朋友们，昨天呢，我们讲了阳明先生说的心外无物。今天呢，我们就做个延伸，继续讲一讲阳明先生说的良知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该如何去治良知？怎么做才算是把良知落到生活中的实处？我会把传习录中教导我们治良知最精华的内容呢，用简单的语言给大家提炼出来。如果你能把它真正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来，那你其实就是在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了。首先，什么是良知？阳明先生在传习录里说，人有3种良知，也可以理解为有3种心。我们在哪颗心里就决定着我们有怎样的生活。圣人的良知好比晴天的太阳，整个天空都毫无遮蔽，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而且毫无违和感。你会发现晴天的时候，天上每一点蓝色或者白色好像从来不多也不少，永远是那么和谐，全是蓝也好看，全是白也好看，有白有蓝也好看。只要是晴天，你好像挑不出问题。这就犹如圣人的良知，永远那么和谐。第二个，普通人的良知好比多云天的太阳，经常会被云遮挡。但是虽然太阳被遮挡，虽然这个太阳在乌云的背后，此时此刻天可能没有那么明亮，但是你不会怀疑没有太阳。第三个就是愚人的良知，好比阴霾天的太阳，好比下雨天的太阳。有谁会在阴霾天和下雨天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太阳呢？你都想不到后面有一个太阳，你都不会考虑后面有一个太阳，因为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都忘了。但不管乌云遮了多大的面积，不管遮了多长的时间，太阳的光芒依然是存在的，良知的种子依然是存在的。一旦有风吹来，拨云便可见日；一旦有水浇灌，良知的种子便可发芽长苗。所以，虽然上面那3种良知有昏厥和明白之间的区别，但在能辨别黑白上还是一致的。即便在昏暗的夜里，其实我们也能隐隐约约地看清黑白，这是太阳的余光没有完全消失的缘故。在困境中学习的功夫，也是从这点光明之处去精确你的体察而已。就是哪怕是在阴天，只要你能定下来，安下来，你还是能想到层层乌云的背后还有一个太阳，否则阴天就没有光了。即便大家现在活在一个阴霾天气里面，活在暴风雨的天气里，正处在生活的黑暗里面，你只要让自己稳下来，你只要让自己平下来，你只要让自己安静下来，你还是隐隐约约能看到背后的光的，不至于在困境中一发不可收拾，余生不可自拔。我们都听过苏轼的那句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其实就暗含了治良知的关键。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都下错了功夫，总是不停地在寻找心安之处上下功夫，但是这样做反而偏离了良知，因为那个所谓的心安之处不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去外边找永远也找不来。想要链接良知，安住本心，恰恰要在自己的心不安之处上下功夫，因为解决了你的不安，你便回到了安。所以治良知的关键所在，就是要时刻警惕和觉察自己内在的不安。不管你此刻正在做什么，只要你觉察到了你的内在有一丝一毫的不安，那就说明你现在正处在自己的某一个习气里边。不安就说明你此刻没有进入正念，你的意识也并不是完全的临在当下。不安就意味着你此刻的行动已经偏离了良知的指引，已经进入了阴霾笼罩的天气里。而这个对不安的意识到、留意到、觉察到，则正是阴霾天里的一丝丝光亮，是你的良知在召唤和提示你。
但是如果你最终选择了忽视它，继续由着你的习气惯性的行动，那么结果呢，就是你的习气会进一步的巩固加深，而相反呢，你的良知就会进一步的被它遮蔽，然后你良知透过阴霾的光亮呢，就会变得更弱一点，长此以往，最后直到你完全看不见它，那个时候你的生命也就彻底的掉入了黑暗。不过如果你能让自己从习气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回到当下的那个心安之处，回到正念，回到心无旁骛的专注里，那么这就是一次对良知成功的光复。如果你成功的把阴霾吹散了一点，那么你也同时就让你的习气变弱了一点。你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现在已经完全听不见良知的召唤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良知的声音。我知道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那我究竟怎么知道哪个是良知的召唤，哪个又是头脑的念头呢？其实，良知从内在深处召唤你的声音和你头脑中的认知念头不在同一个维度，良知是远远超越了你的头脑的。所以良知一定不是一个具体的有二元指向的内容。如果你发现这个声音是带有应该或者不应该、好或者不好等等的二元化的内容，那它就一定是来自于你的头脑，而非良知。不用总是想着去区分，因为所谓的区分用的还是你头脑里的道理、认知和观念。但凡是能被你区分的，那一定是你头脑中的认知。良知根本就不在你头脑的范畴，又怎么可以被你区分呢？真正来自于良知的召唤的，是你对一切把你拽离当下的内容的意识到、觉察到，这就是你良知所发出的召唤和声音。你好好体会一下，致良知就是回归于这个意识到和觉察到，而不是让你认同于某个二元化的内容。你不需要进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评判里去分析、去选择，因为那是你头脑的维度。当你来到了超越头脑的良知的维度，让自己成为了你的意识与觉察，那你自然会在良知的指引下，做出最符合天道的行动。这就是阳明先生讲的致良知。另外，阳明先生还重点强调，在世上练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世上练，往往又会进入到了另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这个事它一定是专指大事，专指各种棘手的问题或者困难的处境。其实不然，阳明心学恰恰强调的是如何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当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上实现了致良知，让良知不断的光复，让它变得越来越光明，让自己和它的链接变得越来越坚固，那么在人生的无常和大事降临的时候，你就能让良知带着你去自然的应对，大事也最终会无形的被化解。保持正念的做好每一件身边的小事，在所有的小事上都可以保持正念，保持如如不动。反之，如果日常的小事都做不到致良知，那等到大事来临的时候就一定会崩溃。所以要在我们身边的一件件小事上去致良知，因为这是我们人生中被安排好的基础课，也是我们在大事降临前最宝贵的成长机会。我们不妨看看阳明先生当初被贬到龙场以后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并不是急着去研究怎么翻身，怎么让自己赶紧走出逆境，而是全然地安住在当下的每一件小事上，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去致良知。比如修缮房屋、清理环境、静坐读书，甚至下厨为过往的官员准备饭菜，还有调节当地百姓的纠纷，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等等。他正是先让自己完全安住在这些生活的小事上，让自己在小事上做到时时刻刻心在此处，与良知在一起，心无旁骛地去做好所有该做的事。
所以他的良知在逆境之中也能保持光明，越来越强大。一个良知无比光明强大的人，他就是一个顺应天道的人。那他不管身在哪里，此刻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都能随时准备迎接自己的天命呈现，而天命和转机也一定会在该出现的时候自然的出现。所以阳明先生最后可以说出那句我心光明，亦复何言。那再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真正的致良知，并非是在面对那些巨大打击和艰难逆境的时候才出现。真正的修行，其实就是在你日常周边的每一件小事上，就在你平时的那些习惯里和强迫性、无意识的行为里。比如你做着这件事，脑袋里却想着下一件事；比如你临睡前停不下来机械化地刷着手机；比如你狼吞虎咽地胡吃海塞；还有抽烟、喝酒、熬夜、痴迷游戏，以及各种习惯性的强迫和上瘾的行为等等。在以上的这些你的生活情境当中，当你听见来自良知的微弱召唤，也就是在你意识到、觉察到此刻我正在习气中的那个宝贵的时刻时，你能否做到坚定地去致良知，抓住良知的召唤，让自己成为你的觉察，让自己成为那个意识到，成为那个知道，停在这个觉察和知道里。并且最关键的就是你能否随后让自己在这个觉察之中产生出一个新的打破你此刻无意识惯性行为的行动，哪怕只是放下手机，哪怕只是放下筷子，放下酒杯，掐灭香烟，或者从怒火当中回到深呼吸，从焦虑、悲伤、抑郁的情绪当中停下手头正在做的事，站起身去浇浇花、散散步、泡一杯茶等等，什么都可以，只要它是一个带着觉知的能打破你当下习气的行动就好。这个行动就是你生命的一次伟大超越和突破，就是你完成了一次致良知。记住，致良知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的智慧，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不安之处致良知的机会，做好一切小事。这就是阳明先生讲的致良知和在世上练的心法。最后，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无论是晴天的太阳，还是浮云天的太阳，还是阴霾天的太阳，记住，都有太阳，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离开过太阳，而且太阳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我相信大家现在有人就在晴天之日，也有人在浮云天之日和阴霾天之日，但是我更相信，无论是在浮云天还是在阴霾天，终究有一天都能到达晴天之日，因为你本来就是晴天之日。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